Hello，大家晚安，欢迎再回到 AI 葵程式码导读的部分。OK， 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上次读到一半的这个程式码呢，今天我们把它读完。对，那这个等一下会再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到底读到哪边。那一开始的话，就先来讲一些就比较无关紧要的事。对，就是呢，最近呢，我就出了比较多这种深度学习啊，然后关于 Nerf 的这种，不管是那个论文讲解啊，还是写程式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这个 Nerf 啊，它是就是现在在这个Novel View Synthesis 任意试点生成当中呢，算是最尖端的一个手法，所以呢就会有很多，就不止，虽然我直播的时候是用中文，但我也有做其他一些用英文的那些教学，所以在看我的影片的观众里面会有一些是就是说英文，他听不懂中文的，然后呢他就在留言的地方问我说，能不能以后就是出一个英文的教学。但如果就是我直播当中，我要在每一句再用英文讲一次，或甚至我再重新出一次英文直播的话，对我来讲负担太大了。对，好，那就是说，如果大家从以前就开始追我的话，就是追踪我的频道的话，就会发现说，以前呢，我其实是有一个 Unity 的环境的。但这也改动过很多次，不过大概在去年年底吧，那时候都还在用，就是有一个 Unity 的环境，就是你们有看到那个 loading 画面，那个就是我从 Unity 环境里面当中做出来的。对，那我之前有用那个直播，那个的话呢，就是可以有很多自由度嘛，比如说我人就可以放在里面，然后也跟着我的头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加入很多 Unity 的特效之类的。对，反正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后来为什么没有再用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就是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我荧幕就知道，我现在用的是 Windows 11啊。Windows 11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 Windows 10升级而成的。对，所以就是在去年的那时候，我都是还在用 Windows 10，然后好像有一天他就问我要不要升级成 Windows 11，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就好像可以升级，那你如果不喜欢，你还可以再就是切回 Windows 10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反正还可以回头，所以我就先试试看吧。那我就按确定，然后就升级成 Windows 11了。对，界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我升级完之后也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便，所以我就继续用。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还是用 Unity 环境打开直播嘛。那我后来补档的时候发现说，那一次直播就是那个整个画面一直在闪，对，所以不知道我的观众的时候到底是可能也很少人在看吧。反正那时候直播补档就是画面一直在闪，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应该是升级成 Windows 11之后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再调，对。那我后来也没有时间再调，然后我就先想说，那我就先不要用那个环境，我先再用。就是现在这个就是简单一点的，就是别人写好的程式比较不会错，对。然后后来也没有在时间改那个 Unity。Hello， 罗星友晚上好。对，那现在的话就是我现在就对第一个就比较闲了嘛，就刚换新工作，工作量比较少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说英文的观众想要我就是看能不能加英文的字幕。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可以再回去把我之前那个 Unity 环境搬出来，用那个话有一个好处，对，就是我刚刚说可以做很多事，其中有一个事就是这个也是很久之前做的，就是它可以及时的输出字幕，就是我说什么我就可以用 Google 的 API 去做一个声音的辨识，然后把我说的中文做成字幕，及时的打在这个荧幕上。Hello， 樊佑明，安安。Miss 看错了 ，Miss Coco 安安，晚上好。对，然后呢，对，那除了可以就是及时输出中文字幕之外，当然我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加一个 translation 翻译的 API， 就是把
它声音辨识出来的那些中文，再及时的翻译成英文这样子。对，所以呢，为了满足这些英文观众的要求呢，我可能之后会再开发我的那个 Unity 环境，然后就是让那个英文的字幕可以及时的出来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想一下能不能有什么其他的特效。对，好吧，那我们就是闲聊就先聊到这里，我们就继续看我上次讲解到一半的这个 Nerf 的程式码。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讲到哪。程式的这个行数的部分是讲到这个672这边，672行。对，还有之后还有一些事要跟大家讲，反正有空的时候，这个直播到一半之类的。OK， 那我们刚刚程式讲到那个670多行嘛，那我上次直播中有提到这个深度学习主要构成的3个部分，这个读取资料，然后构建这个深度网路的这个构造的部分呢，都已经讲完了。对，那剩下来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计算 loss 的地方。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它计算 loss 的地方是怎么计算的。OK， 好，那它这边构建完这个深度网路之后呢，接下来它定义了一个 dictionary 叫做 near 跟 far。那这个 near 跟 far， 大家还记得上次的那个，我再画一次好了。这边是不是还有？对，这边还有。OK， 就是上一次的直播当中也讲到说，就是 near 跟 far 呢是定义这个采样点它们放置的这个范围，就是距离照相机的距离在2跟6之间，在 near 跟 far 之间这2个数字呢，要把它 pass 到一个 dictionary 里面，然后把它加到这个 train 跟 test 的这个 keyword argument 里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计算 loss 的部分。那这个 render only 我们可以先不要看，这个是在那个测试的时候，就是在推论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好，那它这边呢，先这个 optimizer 的部分，它是先创造了。这边的话，它是使用了一个叫做 exponential decay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之前在讲 PyTorch Lightning 的时候，我们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深度学习呢，你除了有那个 optimizer 之外呢，你有时候呢还会想要加一个叫做 scheduler 的东西。那 scheduler 呢，就是让你的这个学习率，就是你可以随着那个训练的进行呢，把这个学习率呢做一个调整，通常是越调越小啦，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学习力比较大，然后慢慢的把它缩小这样子。这样子通常在实验上的这个结果会比较好，但还有一些特例，就是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有一些叫什么 cycle learning rate 的东西。对，我这边可以稍微画个图，就刚刚说的那个 learning rate exponential decay 是其中一种方法。那实际的话，它那个曲线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不过 exponential decay 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就是这个是纵轴是这个 learning rate 学习率，那横轴是 epoch 就是学习进行了多少。那这个 exponential 呢是像这样子，就是以指数的方式递减。那我们上次的话有讲到说什么 cosine 啊，就是像这样子是一个余弦波这样子下来的，这个是 cosine， 然后这个是 exponential。那还有什么那种 step learning rate， 就是每几步就是减半的这种也有，反正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 scheduler，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调查一下每一种它的这个学习率的变化是长怎样。好，那它这边的话，论文当中使用的是这个 exponential decay， 那它在这边定义了这个 scheduler。OK， 然后呢 optimizer 呢，它使用的是 Adam， 然后它把它存到这个dictionary 里面来。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正式开始训练的这个步骤。那我们训练的步骤呢，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论文。论文的话，它这个训练的图呢，有一张非常的
就是一目了然，就是这个 Figure 2这一张图片。对，那它就是呢，我们说这个 Nerf 呢，它是对于每一个像素进行独立的训练。那每一个像素呢，它都根据那个像素的位置跟照相机的原点呢，它都做一条射线，然后在这上面这一条射线上面放置这个采样点。采样点是这个黑色的点点。Hello， 陈玉谦，晚上好。然后呢，对于这些采样点呢，我们有它的3D 位置 XYZ， 还有它的那个视角，我们上次讲到那个 Direction D。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输入到这个神经网路里面，然后最后得到这个 RGB Sigma， 这个它的颜色跟那个点的密度。OK。然后有了这些所有采样点的颜色跟密度之后呢，我们做一次 volume rendering， 得到这个像素的颜色，然后再把这个像素的颜色呢跟这个 ground truth， 跟这个实际这个像素的颜色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把这个像素的颜色的差值最小化，然后就可以训练这整个 Nerf 的3D 的构造这样子，还有颜色。好，那主要是简单来讲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是怎么做的。OK， 实际的话，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取得这个照相机的那个原点啊，还有每一个像素的位置那些。那它取得的方式是在这边。好，那首先呢，有一个叫做 Use Batching 的一个参数。这个 Use Batching 的话，它是这边其实比较不重要，不过还是可以讲一下，就是那个在 Nerf 的那个训练过程当中啊，我们不是说它有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物体的非常多张照片吗？就是比如说我的物体在这里，那我可能照相机放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放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放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子。那总共有 N 张照片 ，OK。那总共有 N 张照片，那每一张照片呢，它的大小是 H 乘上 W，H 是这个照片的宽度，照片的高度 ，W 是这个照片的高度，这样子。所以呢，以像素的个数来说的话，总共会有这么多个像素，就是 N 乘以 W 乘以 H 这么多个像素。好，那它在这个 Use Batching 里面，它是做什么呢？它是把这些所有的像素都平等的对待，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当做所有的 data， 然后呢他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个 batch 呢就是其中的 B 个像素，他从这么多个像素里面随机取 B 个像素当做 batch。 对，那这个是他的这个 no batching 的不是 no batching，是 use batching， 那个它怎么叫的我忘了，我看一下哦。对 ，use batching， 对，这个是 use batching 的设定，这样子是总共有这么多个像素，然后它随机取 B 个当做那个 training 的一个 batch。OK， 那如果是 no batching 的话，就是如果是 not use batching 的话，就是如果刚才那个参数设定是 false 的话，那又是怎么样呢？那一样是我们有 N 张照片，那每一张照片是 H 乘 W 个像素。但是这一次呢，它的设定有一些不一样，它取这个 data 的方式就变成是你从 N 张照片当中，首先random 先随机取一张照片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 H 乘 W 的这一张照片的这么多个像素当中，取 B 个当做 data。对，这个是这两个不同的设定它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把所有的像素平等对待，所以你一个 batch 当中呢，可能包含到不同像素它的不同照片它的像素，
就是第一种设定呢，它可能其中一个像素来自这里，其中一个像素来自这里，其中一个像素来自这里。但是第二种设定呢，它的在同一个 batch 当中的所有的像素呢，都是来自同一张照片。对，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细节啦。好 ，OK， 好，那这边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用那个use batching 的设定好了。use batching 的设定的话，那我就要取得所有的像素它的资料。那所有的像素的资料包含什么呢？包含了它这边也有写，它这边写的是所有的像素呢，我们都包含了3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像素它的照相机的原点的位置，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像素它的视角是多少，那第3个部分就是这个像素它的颜色是多少。对，那它这些东西呢是从这个 getRace NP 这个函数当中取得的。好，那我们首先就看这个 getRace NP 它在做什么吧。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也不难，这边的话呢，它就是把一个照相机，我有它的原点，那我就可以取得这个照相机的原点以及所有像素它的视角是多少。对，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有找到一个还算是写的蛮好的参考资料，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开始我看它的 code 看不太懂，然后呢我就去自己搜寻说这个东西是在做什么，然后找到了一个还蛮好的解释，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网站。我把它分成了2个。对，这一个网站呢是在解释这个照相机的原点以及通过所有像素它的对，通过所有像素它的这个视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那我这边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OK， 就是呢我们有OK， 我这边画一个照相机吧，这个是那个照相机的原点，然后照相机呢，它有这么多个像素，然后我就这边的话是很多个像素，我就简化一下，我只画左上角这个像素好了。好，那实际上我们是要求通过所有像素的中心点，它的那个向量的向量是长怎样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首先照相机的原点就是照相机的原点，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 pose 当中取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取得这一个，就是通过照相机原点跟像素中心的这一条射线，要取得这一条射线，画不太直。みやびさんこんばんは，安安。哇，算了，我慢慢画好了。为什么总是会歪到那里？只要取得这一条射线，它的这个direction， 要取得它的视角。那这个视角是怎么取得的呢？这个视角就根据你这个照相机的像素，照相机的像素它也是有坐标的，就是左上角这个像素坐标是00嘛，那最右边最右上角这个像素它的坐标是0，然后 W 减1，对，最左上角是00，然后最右下角这个是H 减1 W 减1，就是 Y 方向，纵向的话是从0到 H 减1，那横方向是从0到 W 加1，W 减1，对，所以这个的话呢是 H 减1 0这样子，对，那每一个像素呢，它都有它的坐标，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坐标知道说这个像素跟照相机的原点，因为照相机的原点是在某个地方，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叫做 CX、CY， 这个是从那个照相机的内部矩阵当中得到的一个
像素值，这个值代表是照相机的中心。那在这里的设定的话，这个照相机的中心呢，通常都会在这个图片的正中间，也就是2/h，然后2/w 的地方，2/h 减1，2/w 减1的。不用减1，不用减1，2/h 2/w 的地方。但是就是这个会根据你的照相机有所不同。那因为这边是就是 Blender 的话，它是就是合成的图片，所以它的照相机都是非常完美的。它的照相机的中心呢就在图片的中心，但实际的话不一定。实际的话，你要根据这个照相机的内部参数 CX、CY 来取得它的中心，这样子。好，那有了中心跟这个所有像素它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个公式把它求出来。那这个公式是什么呢？这个公式呢，就是它在这边写的，就是这个 IJ 啊，是每一个像素它的 XY 坐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左上角的这个00，就是这个 IJ 的部分。那 I 的话应该是第一个，然后 J 的话是第二个，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叫 UV 啦，或者它叫 IJ 也可以。我的话习惯是叫 UV， 这个照相机像素的那个位置的部分。对，好，那它的计算方法就很简单，它是就是这个每一个像素的位置扣掉中心，我是不是写反了？它的这里 IJ 是相反的，划掉一次。对，它这里的 I 是第二个 ，J 是第一个，这样子。好，对，那所以看每一个像素的视角，就是那一个像素的位置。首先我们看 I 方向，就是 X 方向，它是横方向扣掉照相机的中心，然后再除以这个焦距，然后 Y 方向则是负的这个J 减掉就是照相机的中心，然后再除以焦距，然后 Z 的话就是-1这样子，始终都是-1。对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照相机坐标当中的这个每一个射线它的那个向量。那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些向量呢转到世界坐标。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固定的坐标系，把它们都转到相同的坐标系。那这个的做法呢，其实他写的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更好的写法呢，就是你现在有一个，我这边可能就比较复杂，因为这边还是讲一下好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照相机啊，它就是像这样子的，每一个照相机的坐标系是像这样子的。比如说我照相机在这里的话，它的 X 轴在这，它的 Y 轴在这，它的 Z 轴在这。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根据每一个照相机放的位置不一样，你的这个 XYZ 的轴也会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最后呢都要把它统整到一个固定的3次元的轴里面，这样子所有的这个坐标才会固定。就像我们要统整到一个固定的这个坐标里面来，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这个 pose 当中，对，我们上一次有讲解到这个 pose 就是每一台照相机它的相对位置。那这个 pose 呢，它提供我们的资讯是这个 cam to world 有一个3×4的一个矩阵，3×4的一个矩阵，它是定义了我们如何把这个照相机的坐标转到世界的坐标。那这个 C 指的是 camera， 然后2指的是图啦，然后就是一个缩写，然后 W 指的是 world。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矩阵，把刚才那些在照相机坐标当中的向量呢，转成世界坐标这样子。那转换的方法其实不难，我们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比如说我们刚算出来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
视角 direction， 我们就把这个 direction 其实就乘上这个 cam to world， 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坐标当中它的这个向量是多少。我这边的 at 是在这个 Python 它的计算当中，这个 at 就是不是向量，矩阵相乘的一个演算。那我们这样子做了之后，就可以把照相机坐标当中的一些向量呢转到世界坐标当中，其实是这样子就可以写出来的。那他在实际的 code 当中写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那就是说经过验证之后，这个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啦，就是跟刚才那个算法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这边的话就不再多说明，就是这个步骤呢是把在照相机当中的这个照相机坐标当中这些视角的向量转到世界坐标当中，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比较容易理解，可能还是像这样子做一个矩阵的相乘会比较容易理解。好 ，OK。那这边的话，它这边没有写输出的这些 shape 是多少，但是呢，应该就是每一个它的 shape 呢，就是我们输出的是每一个射线它的原点跟它的方向，所以呢，这最后输出的大小应该是像这样子，每一个都是 h 乘 w， 然后逗号3，就是因为我们总共有 h 乘 w 个像素，那每一个向量呢都是有3个次元的一个向量，所以每一个这个 race O race D 呢，它分别的大小都是分别的形状都是长这样子。OK， 那这是我们的 get race NP。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有所有 race 它的这个原点跟它的这个在世界坐标当中的视角，那些射线它的方向，讲得很清楚，赞，谢谢。但我觉得还是讲的时候会有点卡，我一直这样子的。但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就是我不太知道要不要讲的太详细，对，我尽量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步调来讲。大家如果觉得还是不够详细，或者是你想要再听更多，你有什么不理解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发问。对，我是比较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就发问这样子，要不然我一直讲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好，那我这边就假设大家都听懂了。刚才这个 get race 这个操作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照相机，我们都有它的 pose， 然后我们从这些 pose 呢取得每一个像素它的照相机原点以及它的那个视角的那些向量。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所有东西 stack 起来。然后 stack 起来的话，它是说长的这个大小形状是这样子啦，就是 n 呢是照片的那个个数，然后 RO 加 RD，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都是那个长度为3的向量，所以这边是3加3是6，然后每个的话是 h 乘 w 乘3。好，然后这个 print 不用管它，然后 RGB 的话呢 ，RGB 的话，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把每一个像素的那个颜色都加进来，加到我们的资料当中。那每一个像素的颜色就比较简单，它就是从那个图片当中取得就可以了。所以它这边是把 race 跟 image 做 concatenation。那这样子之后得到的结果会是这样子。等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它是不是少？它这个是这里的啦。它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images 原本不是 n 乘 h 乘 w 乘3吗？我这边可以写一下，这边还是它的有些时候这个就通常深度学习你会操作很多那个资料它的各种不同形状，如果不在 comment 里面写形状的话，通常
就很难懂这个形状到底是多大。比如说 images， 我看到这里我已经忘记原本它的形状是长怎样了。那这边的话，它的形状应该是 n 乘 w 乘 h 乘3，就是总共有 n 张图片，那每一张图片是 h 乘 w 乘3的一个一个 tensor 这样子。image 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跟这个 race 做 concatenation， 那我们就要在第一个的地方呢，把它多加一个 dimension。那这个的话 NumPy 它的做法其实是就是有一个叫做 expand_dims 的东西啦，就是我们 images 1这样子给它指定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n 乘上 1 乘 h 乘 w 乘3。就是这个指定的意思在第一个索引的地方再加入一个新的轴，所以它会在这个地方再加入一个新的轴，这样子。那这个写法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 images， 然后冒号 none， 然后点点点，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写法，这个东西出来的结果的形状也会长一样。所以这个东西的意思代表第一个索引我就不动它，然后 none 的意思是多加一个轴，对，是这样子。或者你也可以写 numpy dot new axis， 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这边还是要就是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通常这样子写就是很难懂，而且就是这些会根据你的这个资料的形态而有所不同，就是写法而有所不同。那今天这个 images 它是一个 numpy 的 array，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但是如果今天你不确定呢，你不确定你的 image 到底是 numpy 还是 torch 点 tensor， 有可能你今天 images 变成 pytorch 的一个 tensor， 那你这样子写就会出错。那你又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写什么，就是又写 numpy 的又写 pytorch 的。对，那这边的话就推荐一个之前在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也推荐过的一个 library， 叫做 inops。这边再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好用的这个一个函数库。那 inops 呢，它就提供了就是让你可以自由变形这个tensor 的方法，而且这个自由变形呢是它跟里面的那个资料的形态是无关的，它可以是 numpy 或者是对，它可以这边怎么还没有说到？对，它可以是 numpy， 它可以是 pytorch， 它可以是 tensorflow， 它可以是 jax， 各种不同的这种框架，它的写法都会一模一样。OK， 比如说，如果我用这个 inops 来写这个东西，我要在 images 的第二个轴里面，第二个轴的部分再多加一个轴的话，我可以怎么写呢？这边就稍微的跟大家推广一下。那我们可以在 inops 里面 import rearrange， 它有一个叫 rearrange 的一个方法。那它这个方法就是可以让你对形状做自由的操作。比如说，我就可以写这个 images 等于这个 rearrange， 然后我们就把 image 原本呢它是，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原本是 n 乘 h 乘 w 乘 c， 然后呢我们想要在第二个轴再把它多新增一个轴，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 n1 然后 hwc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话就一目了然说，哦，变形之前它是长这个形状，那变形之后是长这个形状。那你这边也可以指定说这个 c 等于3，让大家知道哦，这个 c 就是 RGB， 所以它有3个这样子。对，这样子的写法就比什么这种啊，然后 stack 啊这种都还好理解。对，就是推荐大家不要再用什么 none 啊，然后什么 new axis 啊，那种都是什么 flatten 啊，那些都是就首先跟框架是息息相关，你改变一个框架，你的写法就要重来。再来就是看不懂不知道变形之前变形之后那个形状是长怎么样，就会很难理解。
要么你就要一一的在后面写说，哦，这个形状是长这样，但一一这样子写也是比较麻烦的。好，那这边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再推荐一个叫 INOPS 的一个，对 ，INOPS 的一个函数库。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 race 呢跟 RGB 加在一起，所以它总共的大小就变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这边也是一样，这个什么 numpy 点 transpose 啊，什么02314，是我绝对不相信有人可以一眼看懂这在干嘛。即使是什么深度学习的大神，我相信他也绝对看不懂这是在做什么。最好的写法不要这样写，绝对不要这样写。你写这个好多了，这个 rearrange。那我们刚刚不是说这边呢总共有，比如说我就 C2 好了。现在呢这个 race RGB 呢它是一个 n 乘上 C2， 那这个 C2 呢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加起来，总共有9啦，3加3加3 HWC。那我们要把这个变形成 n 乘上 h 乘上 c2 乘上 c， 那你这样子就一目了然看懂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它是把 h 跟 w 移到前面来，然后最后的形状是长这样子。对，比什么写 transpose 然后什么02314好懂100倍以上。对，绝对不要再这样子写了，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建议。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可以这样写，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什么 none 的什么东东。好，然后呢，接下来它是这个东西呢，它是把 train images only 因为这个 n 个图片里面有包含 train 跟 validation 跟 test， 所以这边的话是把 train 的 image 拿出来而已，那其他的话呢留给那个 test 用。OK， 好，然后对这个东西也是一样，reshape RGB -133，这个地方也写的不是很好，你就写。这边-133是什么意思啊？一个3是一个3是那个颜色吗？然后一个3是这3个东西，这个origin、direction 跟 RGB 3个不同的资料，然后它把它 reshape 成这样子。好，然后之后呢，它是把这些呢再做一个 shuffle。对，因为我们刚刚说use batching 的话，是所有的像素都会堆到同一个资料里面，就是这个 race RGB。所以我们在 train 的时候呢，我们是取其中的随机的 B 一个像素去进行训练。所以为了要做到这个随机的效果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做一个洗牌的动作。那这是这个 shuffle 在做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终于开始真正训练的部分。首先就是 print 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然后这个 n-iters 应该是训练的步数。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这个其实不知道也没差，但是就是说Python 里面呢，这种很长的数字，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底线去把它分开，超级没用知识，就是这样分开之后，你比较能看清楚有几个0。然后呢，或者说你要定义一个非常小的小数，你不要写什么0.0001，你这样写很难一眼看出来这个到底大小是多少。比较好的写法是什么？不要用什么0.000这样子，而是用这个那个科学记号。比如说刚刚那个东西，我们可以写作11-7，那这个就一目了然看出来，就是总共有7个0，包含一开始的那个0啦，所以是0.00001这样子。这边总共会有7个0，对，然后最后那个数字是1这样子。对，这也是一个小知识。对，小数的这个比较有用，就是通常大家会写这个科学记号的写法，
啊，如果大数字的话呢，你是可以用这个底线把这些零分开，这个比较少用到。个人啦，在这个机器学习当中，深度学习。好，那接下来呢，它定义一些 writer 这个东西呢，就是 writer 的话，就是我们会就是训练的时候会记录说，比如说每一步它的 training loss 是多少，然后在这个 validation 一个 training epoch 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记录它的这个 validation loss 啊 validation accuracy 这些，或者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会记录它训练到一个过程它的图片长什么样子。那这个 writer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把一些训练时候的 loss 呢一一记到这个 writer 里面。好，那终于呢，在这个 for 里面呢，是真正的这个训练的那个循环。好，那这边的话 use batching 什么的，这个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每一个训练的步骤呢，都是把刚才这个 race RGB 里面当中的一部分的像素把它取出来。对，那刚才这里面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把其中的 B 个像素，那这边的话是 nRAND 的啦，这边的那个 batch size 是 nRAND， 那 default 的话好像是1024，就是一次训练1024个像素。对，那这边的话就是把一个小 batch 取出来，然后这个每一个 batch 里面呢包含这些像素的照相机原点、照相机的那个视角，就是每一个像素的视角，还有那些像素的颜色这些东西。好，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要实际的计算 loss。那实际的计算 loss 呢？Hello S， 晚上好，你好。今天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 nerf 这个东西讲完，我们剩下最后这个 render 的部分了。对，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对，这里，所以我们刚才那一步在做的是把每一个训练资料的原点，然后照相机的视角，然后还有这个像素的颜色取出来。那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照相机的原点跟视角当中取得这个像素它所预测出来的颜色，然后再把这个预测出来的颜色去跟实际的颜色去做比对，然后把这个东西最小化。OK， 所以把从照相机的原点跟视角这两个东西去计算出这个实际计算出来的颜色的部分呢，是在这个 render 这个函数里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 render 这个函数是在做什么。好，这个地方其实呢非常的长，我们看一下哦。对，首先他就把那个race 里面当中的 origin 跟 direction 取出来，然后呢这个 NDC 我们可以然后要用这些去计算颜色，然后计算颜色的时候，它这边又有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先把一些不用的去掉。OK， 那这个首先 use view dears， 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在计算颜色的时候呢，这个颜色呢会跟你的这个视角不同而有所不同。就是那个我们上次看的是那个嘛，就是车子的那个图片，再给大家看一次。就是一个东西它的颜色不只跟它的位置有关，还跟你看它的角度也有关。就是比如说这一台车子，它的这个镜子啊，玻璃它会反射周遭的物体，所以你看到它的颜色呢，会跟你看的角度不一样而有所不同。对，那 nerf 的话，为了把这个资讯呢也加入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叫做这个 view dears 的一个参数。
不是参数啦 ，viewDirs 的一个输入。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RaceD， 就是我们刚才计算的那个每一个像素它的视角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呢是要把它弄到就是正规化，就是要把它的那个像素的那叫什么长度变成1，所以要除以每一个向量它的长度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是计算这个输入进去的这个视角它的向量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它是把这些 RaceO、RaceD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因为我们说我们总共取 b 个像素嘛，所以这里其实就是b 乘以3啦，或者你用这边的记法的话是 nrand 乘以3这样子。那 RaceD 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每个向量都是3个位元的向量。然后呢，这个 near far 呢，我们刚刚说是这个照相机的近跟远的那个平面的距离，所以是分别是2跟6这样子。然后它是把它乘上这个东西，所以最后呢，它会变成 nrand 乘上1，两个都是 nrand 乘上1。这个 once like 的意思就是制造一个全部元素都是1的向量，然后这个或者叫 tensor， 我把它叫 tensor 好了。那这个 tensor 它的形状要跟这个一样，那这个的形状就是前面点点点代表所有在开头的那些我们都把它保留，只有最后的一个索引我们把它取第一个这样子。所以因为前面的这些索引我们都保留，所以前面这个地方是不变的，然后最后的这个形状是1这样子。好，然后它把这些东西全部 concat 成一个 race， 所以这个东西呢会变成 nrand 乘上，就是总共有3加3加1加1，就是前面这两个呢，后面的这个大小都是3，然后 near 跟 far 后面的大小是1，所以总共会有8这样子。然后如果要用 viewDirs 的话，要再加上 viewDirs， 所以总共会是3加3加1加1加再加3，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 Batchify Race 的东西，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的话，看一下 Batchify Race。这边的话可能理解比较困难一点，就是它是把刚才那一群 ray 呢再做细分。为什么要再做细分呢？这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也可以用，我再画一个图好了，这些变得非常的复杂了。对，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在这个留言区留言，对，不要害羞。对，简单的、难的都没关系，难的话我尽量回答。好，这个图还是我们再重新画一个好了，越来越多东西。就是呢，我们一个照相机嘛，然后对于一个像素，我们要计算它的颜色，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像素的中心，然后在 near 跟 far 之间呢取这些采样点。对，所以呢 ，Hello Abby 安安，我们今天再继续讲 Nerf 的这个程式嘛，今天应该可以讲完。对，那这个采样点的个数总共会有几个呢？我们上次有说到，我们有做2个 stage， 一个 stage， 第一个 stage 就是比较粗的，就是我们这些采样点是采取等间隔的放置方法，然后还有第二个 stage 呢是在比较有物体的那地方再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是这样2个 stage 的做法。那第一个 stage 它的这个预设的采样点的个数是64，那第二个采样点
第二个 stage 它的那个预设的采样点是多少？192来着，对，用红色的。对，所以总共的采样点呢会是64加192，也就是256，总共会有这么多个采样点。OK，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每一次训练呢，它的预设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像素的个数是1024。对，怎么知道采样点是否有误题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根据那个 sigma 来判断。就是我们在第一个 stage 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每一个采样点我们都计算它的颜色嘛？就是每一个采样点呢，我们会计算出它的这个颜色，然后以及它的那个密度 sigma。对，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sigma 的分布画出来的话，第一个点是 sigma 1， 那第二个点是 sigma 2，一直到最后这个 sigma n 这样子。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布画出来。那纵轴是 sigma， 那横轴的话是这个采样点的个数，采样点的那个索引。那比如说有物体的地方是在这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 sigma 在经过训练之后，它应该会输出一个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就是会在比较有物体的那一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分布的值会比较高，这样子啊，没有物体的地方，它的值会比较低。这是我们期待它训练出来的这个 sigma 的结果。对，那第一个 stage 呢，我们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第二个 stage 呢，我们就根据这个 sigma 的分布呢，我们就在这里再多采取更多的采样点，这样子。Hello， 渊君。晚上好。好，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就是总共2个 stage 有256个采样点啊，每一次训练1024个像素，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如果我们总共要丢给神经网路的资料的个数，其实不是1024而已，而是1024乘上每一条射线上又有这么多个采样点，所以总共是1024乘以256，所以我们总共要丢给这个神经网路的资料的个数，在一次的这个 forward pass 里面。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GPU 的记忆体还没有这么大，现在最好的也就是48GB 吧，正常不会有那么好的，可能最多就V100的那种32GB 之类的。但是呢，即使这么好的 GPU， 也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容纳这么多个这么大的一个资料，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要丢到一个神经网路里面嘛，所以每一次的资料就是越来越大。对，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一次丢这么多，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些呢做一个 chunk。就是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一次一次丢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切成1024乘上32这样子，每一个小块是只有这么大。那如果只有这么大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forward pass 过去，这样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一次的话没有办法一次丢这么多，我们就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一次一次丢。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 Batchify Race 在做的事情。对 ，Render Race in smaller mini batches to avoid OOM， 就是它定义一个小的这个 chunk 的大小，然后呢，把所有的那么多个像素的个数乘上采样点的个数这么大笔的资料呢，都切成最多。都切成这个 chunk 的大小，然后再一个一个 pass 过去，然后一个一个 pass 过去之后，最后再把它这个一个一个组装回来，这样子的感觉。对，这个 Batchify 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实际做 render 的话呢，则是这个 render race 这个函数。那我们再看这个 render race 在做什么？那我们刚刚看过的，我们就先把它关掉，就防止它们妨碍我们。OK， 那 render race 在这个地方。好，那 render race 就是实际在做，把所有的点 pass 到所有的采样点 pass 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然后再把那些得到的每一个点的它的颜色啊密度，然后把它转换成最终那个像素的颜色，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都写在这里。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实际的那个公式的话，大家就可能真的要看论文才看得懂它来做什么。我这边的话呢，就只给大家看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实际的做 rendering 的这个函数，不是函数，这个公式在这里，就是我们做一个 forward pass 之后呢，我们会得到每一个点它的颜色以及它那个点的密度，这样子就是 C 跟 sigma。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根据这些颜色跟 sigma， 刚刚应该用粗一点哦。对，我们接下来就要根据这些颜色跟 sigma， 然后来计算出最后这个像素的颜色。我加一个 hat 好了，代表这个东西是预测出来的，这个神经网络预测出来的。好，那这个公式长这个样子。那我这边可以就是用我简化完的那个公式跟大家说明一下。那这个之前在讲解论文的时候也有说过，我这边再复习一次。就是呢，我们首先呢，我们会先计算每一个点它的透明度。对，这个透明度跟密度不太一样，密度是跟你看的方向没有关啊，透明度是根据你看的方向会有关。比如说一个东西，你可能看的方向不同，它前面有东西挡住了，那它的透明度就会因为有东西把它挡住而改变，这样子。好，那第一步是首先我们计算每一个点它的这个透明度 alpha i。那这个 alpha i 是计算公式是1减掉1的负 delta i sigma i 这样子。那这个 delta i 呢是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距离，这个叫做 delta i。比如说这个就是 delta 1这样子。那最后一个点呢是最后一个点跟无限远之间的距离，所以是反正就无限远。那个程式里面它是写作10的10次方，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样子。OK， 那我们首先计算这个 alpha i。那接下来呢，我们计算，好像就直接计算颜色了。接下来我们就计算这个最后 render 出来的颜色。最后 render 出来的这个颜色呢，它会等于 C1 乘上这个 alpha 1， 然后再加上那个 C2 乘上 alpha 2乘上1减 alpha 1， 然后再加上就一直加到最后这个 Cn 乘上 alpha n 乘上1减 alpha 1 1减 alpha 2， 一直乘到这个1减 alpha n 减1。Hello， 为了限定在0到1之间，你是在说哪一个东西限制在1跟0之间？你可以按YouTube 左下角有一个 Live 的那个按钮，你按下去之后，它会跳到我现在就是当前的时间。如果那个点是红色的话，代表你是最新状态；如果是灰色的话，你按一下那个按钮，它会跳到最新的时间。这个 Eugene， 我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名字，Eugene， 你的这个限制在0到1之间是什么意思？好，对，这个公式呢，其实就是这个论文里面的这个第3号公式，它简化出来就是长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每一个颜色呢，它都会乘上一个权重。
那乘上权重之后，再做一个加权平均，得到最后的颜色。那这个权重呢，会跟透明度有关。除了跟透明度有关之外，它还跟这个位置有关。也就是说，前面的点会挡住后面的点，所以前面的这些点，它的权重会比较大，这样子。即使是同样的透明度，那第一个点呢，它就是乘上它的透明度。那第二个点的话，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点挡住它了，所以它这个点的贡献度，我们可以说贡献度呢，就会等于是它这里的透明度 α2， 然后再乘上还没有被挡住的部分1减 α1。对，因为 α1 已经被挡住了。有 α1 的部分已经被挡住了，所以剩下透过来的只有1减 α1。对，那以此类推，就是最后一个点呢，它的贡献度会是它这里的透明度再乘上还没有被挡住的部分。对，还没有被挡住的这些幸运儿呢，就是1减掉 α1 乘上1减掉 α2， 一直乘到这个1减掉 αn 减1这样子。你叫玉俊，好，那我叫你玉俊。那个透明度的公式被限制到0，对对对，这个 α1 呢，它就根据这个密度会有所不同。那如果 sigma 等于0的话，就是代表那里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的话，那 alpha 会等于1，alpha 等于0，说错了。对，没有东西的话，那透明度就是0。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来。那如果 sigma 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趋近于无限，或者是你可以写说，如果 sigma 是比如说什么10的好几次方、5次方、6次方等等的，那你的 alpha 呢就会趋近于1这样子。就是说那边的密度很大的话，那透明度就会变成是1。对，你也可以用这个公式去把它算出来。Abby 问 Cn 是个怎么样的值？ Cn 是这个采样点它的颜色。对，它是一个颜色，所以是有 RGB 3个值这样子。对，每一个 C 呢都是那一个采样点它的颜色，所以都是 RGB。那每一个 sigma 是那一个点它的密度，所以是只有一个浮点数这样子，大于0的浮点数。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这个 code 的地方吧。OK， 那首先呢，这个它又定义了叫什么 row to alpha，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alpha 的这个公式，就是1减掉 exponential minus delta i 乘上 sigma i 这样子。这边的话就是他写那还是保持良好的写扣习惯吧。就刚刚那种 return 写在这，然后又一个奇怪的地方换行就看不懂。对。那这边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公式，1减掉 exponential 负的这个 delta i，delta i 就是这个 distance， 然后再乘上这个 sigma。那 sigma 的话，它是原本的这个神经网络，它是直接输出一个任意的值，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它这边做了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我们密度不能是负的，只能是0到就是大于0的数。所以它这边加了一个 ReLU 的这个 activation， 把它变成正的这样子。OK， 那这个部分呢是计算 alpha 的这个公式。然后呢，这个 distance 呢是什么呢？ distance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delta i。对，所以 delta i 是指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距离，所以呢是这样子减掉这样子。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公式，这个 code 在做什么？阿比的问题我等一下回答。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delta 呢，或者说我们的 z， 对，就是每一个点呢，它都有一个 z 嘛 ，z1、z2， 那这个是跟照相机之间的距离，对，所以我们这个 z 的这个变数呢，它会是一个 z1、z2 一直到这个 zn 的一个 list， 或者是 numpy array。那刚才这边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第一个是取1之后的所有数，所以刚才第一个的部分会是 z2 一直到这
这边要讲这么详细吗？还是大家其实都已经会了？刚第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Z 是这样子 ，OK。那刚才的这个 code 的前面这个部分是我写的这样，那后面这个部分呢，它是从一开始取到负一的意思就是排除掉最后，所以第二个变数呢就会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如果把第一个东西再扣掉第二个东西的话呢，最后得到的结果就会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就是 z2 减 z1， 然后 z3 减 z2， 一直到这个 zn 减掉 zn 减1这样子。好奇为什么不是 HSV？ 应该也可以吧 ？HSV 是什么啊？我有点忘了。就它的范围会是在0到1之间吗？哦，都在0到1之间，那应该也可以吧？啊 ，RGB 或 HSV 应该都可以的。这边的话，就是论文里面都是用 RGB。两点之间的距离不是固定的吗？在第一个阶段里是的。我们刚刚说有2个阶段嘛，在第一个阶段是等间距的，所以是固定的没错。但第二个阶段就不是了。第二个阶段，因为它是根据这个 sigma 去做采样的，对，所以它的这个间距呢，就会根据你物体在哪里而有所不同。对，所以两点之间的距离不是固定的。它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会改变。好，那这个 dist 刚刚就介绍是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然后呢，我们最后一点跟它的之后一点的距离，就是跟无限远的距离呢，它这边是 hard code 为10的14方，然后这样写就也蛮好懂的，就110这样子。哦，对，刚刚那个什么来着？这个 n-eters 再多嘴几句。所以我们刚刚说，因为很多个0嘛，所以最好加上这个底线。那你也可能想说，那我不要加底线，我就照刚刚那样写怎么样？就等于，比如说这有6个0，那我就116，可以这样写吗？那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会变成一个浮点数。对，那浮点数是不能用在for loop 里面的，对，所以你还要再加一个 int 这样子，把它转换成整数才可以。对，所以如果很多0的话，你要么就写底线，要么就用科学记号，然后再加一个 int 把它变成整数。好，这不是很重要，我们回来，回到哪里来着？哦，这里呢，计算这个距离，就是每2点之间的距离，然后最后一个点跟无限远的距离呢是110这样子。好，然后呢，它这边又多了一个计算，是每一个距离还要再乘上那个 direction 它的大小，就是长度。这边的话，就是说每一个 direction 它其实跟像素在哪里是有关的。比如说我们再画一个好了，就是一个照相机，你从上往下看好了，从上往下看它是长这样。那比如说从原点到最左边的这个像素，它的射线呢是长这样子。所以呢，它的射线是长这样子。那从原点到中心的这个像素呢，它的射线是长这样子的。所以它们两个的长度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这个向量的长度会比较长。对，它是这边的话是把这些不同的长度也都乘起来这样子。好，然后这边的话是把 RGB 取出来，
哦，对，神经网络的输出的话，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详细讲，好像没有，在哪里来着？哦，对，因为我又换回 Windows 了，这边再闲聊几句，就是我之前不是都用那个 Ubuntu 开发嘛，就我说那个深度学习你就要 GPU， 然后又要酷打，所以最好的开发环境就是 Ubuntu。因为 Windows 的话，首先我也有试过啦，但是它的好像计算速度会比 Ubuntu 慢很多。对，所以我开发都是用在 Ubuntu 上面。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要直播，所以直播的话要设定那个虚拟人物，那在 Ubuntu 上就很麻烦。我那时候设定了好久，才终于成功。那我后来，对，一开始直播也想说。也有讲，就是我之后可能要回到 Unity 上面，就是自己写的那个环境里面。Hello， Nagi-san 安安，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概长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我可以就是控制里面的人，然后在这里显示我的那个萤幕嘛。对啊，Ubuntu 里面写这个 Unity 也是非常的难，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在 Windows 里面做到跟 Ubuntu 一样快的深度学习？然后我就去搜寻这个，就找到一个叫做 WSL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在 Windows 里面做 Linux 的事情 ，Linux 就是 Ubuntu， 然后我就安装了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呢可以在 Windows 里面做 Ubuntu 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我也测试过那个，就我们之前用 PyTorch Lightning 写的那个。MNIST 的那个 code 我跑了一次，发现速度还是真的很快，所以之后的话，我直播应该都是用 Windows， 即使要开发这种深度学习，对，这边也可以，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调查一下这个 WSL， 你就不用再自己用一个 Ubuntu 的虚拟机器。然后去做开发了，你就 Windows， 然后直接安装这个，然后在这上面安装那个酷打什么 DUDNN，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深度学习，还蛮方便的。这设定也没有太久，唯一有一个缺点啦，还是可能不是唯一，但我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一个缺点就是，比如说那个WSL 已经有很久了。原来是有经验的人。Otaku KM 你好。1.0 还不支持。哦，对对，现在是2了，现在是2。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反正我现在用是2。对，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呢，就是它会吃 GPU。深度学习会比Ubuntu慢20%左右。我是用 MNIST 测试，所以没有感觉到慢，因为本来就很快。对，我现在打这个 NVIDIA SMI，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吃了7000多，我怎么吃那么多？之前我没有跑任何城市的时候，好像是吃了2GB，我觉得还可以。但现在为什么吃了那么多啊？我现在是有跑 Unity， 我也没在跑，就是打开而已。比如说我关掉会怎样？关掉之后少了好多。Unity 也吃蛮多的。不过之后做成可执行档应该就不会吃那么多。对，然后还有开直播，开这个 OBS 应该也会用到一点。然后还有这个侦测人脸的，那个应该也有用到一点。但是这样子的话应该还可以，就是我做一些不要太复杂的深度学习，应该还是可以跑得出来的。对，所以呢之后就用 Windows 来直播啦。对 Windows 的话，我就可以在 Unity 上开发一些比较有趣的功能。对，最近直播的人数也变多了，所以我想说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好，那先闲聊到这。对，所以就是我这个 code 呢都要重新再改过。我上次好像是改了这边吧，就是说我
呼吁大家什么 output 不要叫 output， 就是中间层你可以叫 output 啦，比如说这里你叫 output 没有关系，但最后输出层你不要叫 output， 就叫 output 没人看得懂那是什么东西。这有就是把那个名字写出来，比如说这 RGB 你就写 RGB， 然后这里你写 output 也可以啦，或者你写这个 RGB Sigma 这样子。对，好，那对我说这个的意思，这个的原因呢是，它这边原本这个神经网络最后输出层它都没有加 activation。对，它输出来都会是一个负无穷大，理论上是负无穷大到无穷大之间的一个值。那我们说，首先这个 sigma 就是这个密度呢，它是一定要是正的嘛，不可能有东西是负的密度。所以呢，它密度的地方它加了一个 ReLU 的这个 activation 在这里。然后它这个 RGB 的部分 ，RGB 的话，我们是把它限制在0跟1之间，因为一个像素它的颜色就是0的话，比如说我们用灰阶来说，0的话就是黑色，那1的话就是白色，那不会再有小于0或是超过1的值。所以为了把这个正无穷到负无穷限制在0跟1，我们采取的这个activation 是这个 sigmoid。当然呢，你这个 activation 你也可以直接写在这个Keras 的这个定义模型的地方，你就不要再分两边写，也是可以。好，所以它这边是取得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是每一个采样点它的颜色。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noise， 那它这边 comment 写的也蛮多的啦。这个 noise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每一个采样点它预测出来的这些 sigma。对，这个 sigma 是它预测出来的采样点，那我们会再加一个小小的 noise， 就是让它多一些扰动，这个密度可能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就是比预测的大，预测的小这样子。那这也算是一种就是 regularization。OK， 然后呢，对，然后把这个 noise 呢加到这个prediction 的这个 sigma 里面，然后算出这个 alpha。RGB 会和 alpha 一样随着视角改变吗？RGB 它这边的是，这边预测出来的 RGB 是不会跟着视角改变的，就是你不管从哪边看，这个 RGB 都是，等一下，不对，说错了，会，说错了，会，这个 RGB 也是跟着视角改变的，因为我们在输入到这个，但这个根据视角改变，是因为我们有输入到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就是它的 RGB，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它这个神经网络的模型，对，里面在这最后面有加这个 direction 的 alpha， 不是 alpha，positional encoding， 就是说，它这个 RGB 会随着这个视角改变而有所改变。对 ，Sigma 是不会的 ，Sigma 是跟这个 D 是没有关系的，它只跟这个 X， 也就是3次元的那个位置有关。Alpha 会的 ，Alpha 是根据你的视角有所变，但根据视角的改变，不是因为点的关系，而是因为它其他的物体的关系。这个我上次也有画，就是玉俊说的那一个是，比如说有一个，我再用同样的图好了，就比如说有一个物体在这里好了，比如说有一个物体在这里，然后呢，我们从2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它。那在这个视角呢，我们看这个点好了，这个点呢，它是没有任何物体挡住它，所以在这时候从这里看的 alpha 会等于1。但是呢，假设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物体，在这个蓝色的物体，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视角看过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边已经被挡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点的时候，它的 alpha 已经会变成0了。等一下，是这样子解释的吗？等等哦。啊，我这边可能讲错了。等一下，我上次好像也讲错了。等等等等，alpha 不会，完了，上次讲错了。我把2个东西搞混了。sorry， 我这边再重讲一次 ，alpha 是不会变的。对的 ，alpha 是不会变的。啊，讲错了 ，alpha 是不会变的，而是那个我们叫做 transmittance 的东西会变。我刚才说的那个会变的是后面这一串的。对对对 ，transmittance，sorry。我上次也讲错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一串，就是 alpha 再乘上前面那些没有被挡住的传过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 transmittance。啊，好长哦。对，这个东西是会变的，根据你看的角度，但 alpha 是不会变的。对，所以我上次讲错了，alpha 是不会变的，而 transmittance 是会变的。比如说这边的 transmittance 就是1这一点的，那这边的 transmittance 就是0。对对对 ，sorry， 大家把上一次的记忆忘掉吧。alpha 是不会变的 ，alpha 只跟 sigma 有关。那这个 transmittance 就是每一点的贡献度才跟其他周遭的物体有关，就是其他周遭的 alpha 有关。对，玉俊说的是对的，然后 Kokoro 也说的是对的。好，然后呢，我们说到哪？我们说到 alpha 嘛，然后接下来呢，这边的话就是计算那个 transmittance 的部分。它这边指的 weight 就是 transmittance， 就是我们要把每一点的 alpha 再乘上1减掉之前的东西乘起来，这样子。那这边的写法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样子写的，就是这个 comprod， 这边可以，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下这个 documentation。不过 comprod 的意思就是每一个 alpha 是，怎么说？它是1减 A1， 然后1减 A1 乘上1减 A2。就是一直到1减 A1 乘上很多东西乘到1减 AN 减1这样子的一串东西。对 ，comprod 就是累积的累乘的东西，这样子。这个1减 alpha 就是1减 alpha 1， 1减 alpha 2，然后一直到这个嘛。然后 comprod 就是每一个都是它乘上所有它之前的东西乘起来，所以这个 comprod 它乘出来的东西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乘上 alpha 的话，应该是一开始有一个1，对。然后我们再乘上 alpha 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这个 transmittance 的值，对，就是 alpha 1， 然后 alpha 2乘上1减 alpha 1， 以此类推，这样子。谢谢，好，不客气。对，所以这个weights呢就会是 alpha 1， 然后这个地方是 alpha 2乘上1减 alpha 1， 然后以此类推，然后直到最后的地方是 alpha n， 然后乘上这一串东东。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后面这个 transmitter 呢用 code 打出来，用这个 comprod 这个函数。好，那接下来这个 RGB map 就是要计算最后的这个预测出来的这个颜色。那我们刚刚说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采样点它的颜色再乘上它的 transmittance， 然后最后加起来就是这个预测的颜色。所以这边就很简单，就是 weights 就是这个 transmittance 再乘上 RGB， 然后把它加起来这样子。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再推一次吧，这个 INOPS 它除了这个
rearrange 之外，就是改变形状之外呢，还有一个也蛮常用，其实3个都很常用。它最常用的3个函数就是这3个 rearrange、reduce、repeat。那 reduce 的话，就是用在这种计算和的地方，就不要写这种看不懂在干嘛。它这个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乘起来，然后加起来。所以呢，它是 reduce 什么呢 ？reduce weights。我就这个照抄好了。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说 none 不要这样写，你就用 rearrange 来写这样子。那这边的话是乘上 RGB， 然后我们说它原本的形状是什么呢？它原本的形状是C 乘上，对，它原本的形状我们说是这个 N1 呢是总共有几条射线，因为我们刚刚说是用一个一个 batch 去计算的嘛。那 N2 呢是这个每一条射线上有几个采样点。那 C 的话是3，就是 RGB。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是把每一条射线的那个独立的它的 transmittance 乘上它独立的颜色，然后把每一个采样点它的那些东西都加起来，所以最后消失的会是采样点的那一个次元，这样子。所以最后剩下来是 N1 乘上 C。那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像素它的预测的颜色。这边主要说的是说不要写这样子，什么 reduce sum， 不要再写这些东西了。这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诉求，就是写code的，如果你要追求好的话，最好就是用一些好的 library， 不要写的让人家看不懂。对，这样子就是看不懂，我们可以把这个弄掉。然后这个 weight 这样子也是，其实也是看不懂啦。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一个这样子。这边的话，我们是要在最后加一个 axis 嘛，我们就可以这样写，那就是 n1 n2， 然后变成 n1 n2 1这样子。然后这边就知道说，哦，因为最后多了一个轴，所以我可以把它跟 RGB 相乘。然后相乘之后再 reduce 之后，就会变成我每一个像素预测的颜色。G 问说用 Nerf 做 3D 重建的效果的话，你可以看我的这个 Nerf PL 它的重建效果，它其实不算是特别好。就是我这边虽然有一个 Silica 的模型，然后这边演示它的效果看起来还 OK， 但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它是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图像没有，就是非常的凹凸不平。或者我直接给你看这个 Nerf 它的官方的图片好了，官方重建的这个 3D 的模型，比如说这个是那个，看一下它跑不跑得出来。这样有点慢。好了，这个是它官方的 code 所跑出来的 3D 的那个乐高模型。你可以看到，其实虽然看起来大致上还 OK， 但就是比如说旁边有很多 noise 倒也还好，但就是其实这边比如说仔细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它是比较凹凸不平的。对，那在我自己的实验当中也是，就是虽然远远看还 OK， 但是近看的话，你如果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你就是发现它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情况发生。对，那这个之后也有人做研究，就是说 Nerf 呢，它本身呢，对，这边也就是破除大家一个迷思，可以这么说。就是 Nerf 呢，它其实不是用来做 3D 重建的。我自己认为啦， 3D 重建只是它的一个应用，它实际并不是为了做这件事。
它实际为了做的还是做这个任意视点的生成，就是一个场景，你可以从任意的地方去生成那个场景的图片，这个东西才是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这个 3D 的模型呢，只是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所以呢，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所知道的是，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呢，就是想说，那我能不能把它的副产品的这个3D 重建也做得好一点？那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个叫做 New Ray 的一个方法，好像不是这个，还是叫 New。这个是其中一个，我知道有2个。对，这个方法呢是把那个 3D 重建的效果让它更好的其中一个方法，对，让它的表面更加的平滑，然后少了更多的 noise 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它一些细的东西啊，这些框都可以完美的重现出来。然后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这边也跟你们讲吧。我看一下哦。不知道现在找不找得到？不是 New Ray， 是这个人写的。Volume SDF， 这个也算是 Nerve 的一个扩张手法，不过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开源，是这个人他就是按照论文写出来的，不过他写的也是很好，因为效果看起来就很好。比如说这个是那个钢弹，台湾叫钢弹，中国叫高达的模型，那这个的话就重建的非常好，虽然它这个模型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重建出来的这个模型是比较平滑的，我自己觉得啦，看起来我也是没有试过，不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就是这刚才介绍的2个方法是标榜说它可以把 3D 的模型重建的更好。对，因为可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论文的结果，就是 Nerve 它其实 3D 重建效果没有太好。可以，论文应该有。好，我们在等它跑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看一下别的。再回到这个 code 里面来，那我们刚刚说计算，好，不客气，计算这个颜色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用 code 写出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它除了计算颜色，计算颜色是为了计算 loss 嘛，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预测出来的颜色跟实际的颜色去比较，然后把这2个东西最小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另外计算这个 depth， 因为我们说每一个点呢，它也有它的这个，它也有它的这个距离跟照相机的距离，所以呢，它除了计算颜色之外呢，它也用了一个类似的公式去计算说这个像素跟照相机的那个期望值，距离的期望值。那距离的期望值它也是用类似的做法，就是 z 等于 zi， 然后乘上这个 alpha one， 然后就是一模一样啦，你就是把 c 改成 z 就好了。对，就是把 c 改成 z， 然后其他的计算就一模一样。对，就是他在这边计算的，就是把那个颜色呢改成这个每一个采样点它的距离，那它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像素跟照相机它的距离的期望值。那一样，这个 reduce sum 大家不要再用了，就最好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啦，但是我看一些很厉害的那个编程的人，他们都用这个
inops， 再说一次这个 inops 这个函数库，那写出来的 code 就更简洁易懂。对，什么 reduce sum 全部改成这个，那我这边就不改了，因为太多了。对，然后所以这个 depth 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 z 乘上每一个点的 transmittance。那 disparity 呢，就是 depth 的导数。那这边的 ACC 呢是 accumulation， 就是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用处，就是在这个 Blender 里面有一些地方是透明的，对，有些地方是透明的，那个透明的像素呢，它的就没有任何东西，就是所有采样点它的密度都会是0。对，那这个东西就告诉你那边有没有东西，就是那个 alpha 加起来的值，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回传这些。那其实我们只要专心看这个 RGB map 就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计算 loss 的地方吧。等一下，还没有结束。sorry， 这边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它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子函数，还有真正函数的内容还没有完全结束。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思怡问的问题。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比较这个 Nerf 生成出来的 3D 模型，跟它这个方法所生成出来的 3D 模型。OK， 那 Nerf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 noisy， 就是非常不平滑，因为它那个 Sigma 主要还是 Sigma 的问题，它的 Sigma 并没有被训练的要变得非常平滑，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loss 的函数，所以它训练出来的那个密度呢，其实是非常的非常多噪音的，所以最后生成出来的模型会长得非常的不平滑。那与此相对呢，这个 Volume SDF 或者是刚另外介绍一个 New S， 那个叫什么 Neural Surface 嘛，忘记了。他们呢就是对于这个 Sigma 做了另外的 constraint， 就是让这个 Sigma 变得更平滑的一个新的 loss， 然后所以他们训练出来的这个 Sigma 就会变得非常平滑，那 3D 的模型就看起来比较好，这样子。就是主要比较这两个方法它所生成出来的 3D 模型。颜色的损失，对啊，就是只对这个做 back propagation。这个所有的 nerf， 不是所有 nerf， 就是说 nerf 所有的 loss 就只有那个颜色的误差，只有对这个做 back propagation 而已。你在哪里？哦，太长了。对，只有对这个颜色跟 ground truth 去做一个 mean square loss 而已，只有这样子而已，它没有其他的。为什么不考虑形状的误差？因为他们没有事前知道，他们事前不知道这个物体的形状是怎样。对，之后也有其他改良的，也不算改良，就是另外的应用，就是对 Fu Chen 说的那个形状误差呢，就是因为在这个 Nerf 的设定里面，他们是事前不知道这个物体的形状是怎样，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误差加到 loss 里面。那还有一些方法是，我已经忘记名字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少用到。比如说这个好了 ，Depth Supervised Nerf， 它这个方法就有用到你说的什么形状的误差，就是他们先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计算出这个场景大概的形状长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刚刚不是有说这个 Nerf 除了输出颜色之外，也有输出这个 Depth 吗？那他们就可以把这个 Depth Nerf 输出的 Depth 跟实际用另外的方法预测出来的例如说比较稀疏的这些 3D 的点云去做比较，
然后让这个nerf 输出的 depth 跟这个 3D 的点云去把它的那个距离做最小化。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用在这篇论文啦，就是他们利用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用比较少的图片，比如说正常的 nerf 呢，可能你需要20张图片才可以训练得好。那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可能只需要3张图片，或者甚至2张图片。他这边写 only 2 views， 你只要用2张图片，然后再加这个形状的误差的最小化，你就可以让它输出来的结果达到跟原本的 nerf 一样好的效果，这样子。对，所以你说的也没有错，形状的误差的研究，加入形状误差的研究也是有的。Abby 说给 Sigma 加 Constraint 不会牺牲精度吗？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好像我看起来是没有。对，他们就是除了 Mesh 之外，也有比较 Novel View， 就是生成图片它的那个 PSNR 之类的。我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损失。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样子的话，就是你在那些小物体啊，比如说这些小小的物体上面，你都用新的方法，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好。我是还没有试过啦，但是问题就是说，像是这种大规模的场景，你的 mesh 有办法那么精确吗？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就是会不会在这种大场景当中，你加入那些 Sigma 的 constraint 的时候，反而会让这个精确度下降。这个就他们的研究里面就没有做到这部分，他们做的研究都是针对小物体的研究，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Neural Volume SDF 那些都是对于小物体。那对于大规模的这种场景呢，然后又加 Sigma constraint 的，我是还没有见过啦。然后也对，我开源这个 nerf PL 之后，也有很多人问我，就是这些大规模的场景，你要怎么把它变成 mesh？ 我是没有想到任何好方法。因为首先这种就是它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就比如说你这些小物体，你可能知道它的距离就是在比如说2跟6之间，那我就可以只针对那个范围去做 mesh 的生成。但实际的这种大规模场景，你就不知道这个场景它的距离在哪里。甚至还有一些你在室外拍的那个，你可能拍到天空，那个距离无限，那你那个无限的地方，你那个 mesh 要怎么生成？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目前才没有看到有人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实际的场景去做 mesh 的生成。那小规模的话，就用新的方法，可能效果更好。好，我们再回来讲这个刚才的这个 render 的函数的继续。那 render 函数呢，其实就这边的话只是取出资料而已。这边的话，好，对，这边又回到一开始了。其实刚刚讲的顺序好像有点不太对。刚刚先讲了子函数里面的内容，对，但是实际的生成这个像素颜色的步骤呢，应该不是从这里开始，而是先从放置采样点开始。对，第一步应该是放置采样点。那放置采样点的那个code 在这里。放置采样点呢，就是很简单啦，就是我们说有2个 stage 嘛，那第一个 stage 就是 near 跟 far 之间等距离摆放。那等距离摆放的方法呢，就是在这里写好了。等距离摆放就是你最近的那一个点就是 near 嘛，那最远的那一个点就是 far。那这个对应到的是采样点的那个索引是0，
那 far 对应到的是采样点是 n 减1这样子 ，n 是采样点的个数，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linear interpolation， 可以这么说 ，lin space 就是从 near 跟 far 之间做一个 linear interpolation 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可以用这个 lin space 这个函数，先从0到1之间生成，总共有 n 个采样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呢，扩张到 near 跟 far 之间。好，那这边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对，然后它这边也是一样，多加了一个算是 regularization 的东西。这边的话，对，所以，对，比如说我再画一次那个射线，一个射线是长这样子。那我们在上面等间距放置采样点，我这边间距画大一点好了，等间距放置采样点。但其实怎么说？详细来说，它其实不是等间距，它也是有加入一些乱数。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采样点，等间距的话呢，它是长在这边。但其实呢，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有加入一些乱数，就是它让它在这个范围就是随机的放，它有时候可能在这里，有时候可能在这里之类的。对，那这个乱数的部分呢，是在这个 perturb 这个地方。对，它是先取得这些采样点的中间值，然后再在中间值的上下去做一个乱数的扰动，这样子。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可以跳过。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对于这些生成的采样点去计算出它的 3D 的那个位置。那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一个射线的原点嘛，原点是这个 O， 然后这个方向是 D， 然后我们有它的距离 T。那这个点呢，比如说这个点它距离这个 O 的距离是 T， 那所以这个点它的 3D 的位置呢就会变成是 O 加上 TD 这样子。所以这个 O 加 TD 呢，就是这边在算的，这个是 O， 那这个是 T， 这个是 D 这样子，它是把这些东西算出来。OK， 我总是不厌其烦要说一下这个，不要再用什么 none 了。这边的话是因为是说，为什么他要做一些这么复杂、稀奇古怪的一些操作？是因为 race O 呢，它原本呢是 n 乘以3。就是每一个射线有一个原点嘛，一个原点是长度为3的向量。那 direction 也是一样，它是长度为3的向量。那 T-Vals 就是这个 T 啊 ，T 呢，它是每一个采样点它的深度，所以它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是长这样子的。所以为了要做这个 O 加 TD 的计算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OD 跟这个 T 的形状都改变，才能乘起来加起来这样子。那要做的事情其实不难，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race O 呢变成 n race 乘以1乘上3，然后这个 D 也是一样 ，D 也是要变成这个形状。然后呢，最后这个 T 呢，则是要变成 n 乘上 n samples 乘上1。所以最后呢，如果把它改成这个形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乘起来再加起来。就是下面这两个乘起来之后呢，会变成 n 乘上，在这边再写一下好了。就是这两个如果乘起来的话，它会变成是 n race 乘上 samples 再乘上3，对，1的话就不见了嘛，就变成3，然后这个东西再加上 race O 的话，就会变成同样的这个形状。OK， 所以我们就要改变它的形状。那改变形状，它这边就是用 none， 我就说非常不好。
最好还是能让人一目了然的这种 rearrange 的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我这边就再改一个就好，剩下的我相信大家熟能生巧，就是把它从这个形状呢变成 n 乘上1乘上 c 这样子。对，其他的话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再用什么这种none的写法，没人看得懂。对，当时我看也是花了很久才理解它到底在干嘛。如果大家都一开始就用这种容易理解的方式写的话，我相信可以造福很多后来看你的 code 的人。好，那OK， 那接下来有了这些 3D 的点的话，我们就把这 3D 的点呢 pass 到这个神经网路里面去计算它的 RGB 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是 Stage 1， 就是我们说有2个 stage 嘛。那第一个 stage 就是等间隔的放，然后去计算它的颜色。那接下来的话呢，它下面这个 if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计算第2个 stage 的部分。那第2个 stage 的话，我们就要根据第1个 stage 所得出来的这些 sigma 它的分布，我们刚刚说要在 sigma 多的地方多采几个采样点。那这个多采几个采样点的函数呢，是这个 sample PDF。这个地方呢，它就把第1个 stage 所得到的那些 weight， 就是我们说每一个采样点它的那个有没有物体的那个分布也加进来了。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比较复杂。这个地方我再画一张图跟大家解释好了，因为这里也是算是比较重要的部分。这边是 n samples， 然后这边是 weight。OK， 我们刚刚说要根据那个物体多的地方去做更多的 sample 嘛。那它实际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计算一个，它是把那些 weight 计算出来之后呢，算一个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对，那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的话，就是可能这边比较小，然后到这边突然增大，然后最后增加到1，最大是1啦，因为这是 cumulative。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多做几个，在这里就是增加比较多的地方多做几个采样。对，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是等间隔的采样，那我们再根据这些等间隔的采样去对应到这个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上面的这些点，比如说这些对过来，呢，我们就可以在相应的地方取出那个新的采样点。对，所以如果这个 CDF 是长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新采出来的采样点就会是这些点，那就会是聚集在物体多的这些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Stage 2是在 weight 大的地方采，不是在 sigma 大的地方采，没错。对，根据它的 code 是这样子，没错。我之前可能也讲的不是很清楚，对，是在 sigma 不是 sigma weight 大的地方采。OK， 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想法写成 code， 就是先计算这个 weight 它的 CDF， 然后呢再根据这个 CDF， 然后一个 uniform 的采样去把这些点取出来。那这个写法呢，第一次看可能会有一些迷惘啦，但是
看了一次之后，其实并没有太复杂。这边的话就是计算 CDF， 就是把 weight 先做 normalize 到0到1之间，然后做一个 com sum，com sum 就是做累积和，然后呢再取这个 uniform， 这边的话就是取得纵轴的这些 uniform 的点，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计算叫做 search sorted， 这个像是binary search 吗？大家知道 binary search 吧？就是当你有一个已经被排序过的数列，比如说我有一个数列，它是3、5、7、10、20、25，然后这个 index 是0、1、2、3嘛，上面是 index， 下面是 value。OK， 那比如说今天我要找9这个数字有没有在这里面？那 binary search 大家知道就是我不要9好了，11好了，13。binary search 大家知道就是从中间开始找嘛，从中间。那比如说中间这个就是7，那因为13比7大，所以我就知道13一定是在右半边这个部分。那我再从右半边的中间，也就是10开始找，那13又比10大，所以我知道是在这个的右半边，所以就是10到20到25这些。然后我们再找13，就知道它又比20小，所以一定是在10到20之间。那10跟20都不是，所以它并不存在这个 list 里面。那今天的 search sorted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要找这个数字是不是在这个 list 里面，而是要找在它左边的 index 是多少，在它对，它不是要找这个数字是不是在这个 list 里面，而是要找在它左边的 index 是多少。那如果用我们刚才一样的那个逻辑的话，我们最后找到的这个数字就会是3，因为13的话是处在这个10跟20之间，那所以在它左边的这个 index 就会是3。那 search sorted 其实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给一个 value 的一个阵列，然后呢再给一个数字的话，你就可以取得它左边的 index 是多少，这样子。这边可能描述有一点不太精确，但大家应该理解那个意思，就是要找比它小比它小的那个数字，它的 index 是多少。对，所以这边 search sorted 做这件事之后呢，我们把它，对，因为 search sorted 有时候会超出那个0跟最大值，所以我们先把它 clip 一下，然后这边我有点忘记详细怎么算了。这边详细的话，应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 CDF 它的它的值的大小，然后看一下现在能不能通0出来。那这边我有点忘了，这边计算还算是比较复杂的。看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写比较清楚，现在看不太懂。好吧，我现在通0不太出来，这个可能大家要，或者我之后再看看要不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的话就只能跟大家讲一下大概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 uniform 取出来之后，对应过来的这些地方的这些点，我们再多取几个 samples 这样子。所以最后 return 出来的这个 samples 呢，就会是这些地方它的这个 x 坐标这样子，它这个横轴的坐标。对，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这。那对，所以这个新的 z samples， 好，谢谢。还是有一些地方比较难的，一看看不出来。对，这个 z samples 呢，就是新取出来的这些比较可能有物体的位置的那些采样点 ，stage 的，比如说就是这些的新的采样点。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加入到第一个 stage 的采样点里面，也就是说第二个 stage 的192，刚讲的这个192其实是就是这边的话，其实是第一个 stage 的64，再加上新的128，就是我这边新取128个，然后再加上原本的这些等间隔的64个，再加起来这样子。对，所以第二个 stage 呢会是64加128，总共有这么多个新的采样点。然后呢，在对于这些采样点呢，我们再做一次相同的事情，就是计算出每一个点它的 3D 位置啊，然后把它丢到神经网络里面，然后算出它的 RGB， 这样子做一样的事情。OK， 所以最后回传的呢会是一堆 RGB map 这些东西，然后呢就回传一个 dictionary， 然后里面有 RGB 啊 disparity 这些。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计算 loss 的部分就可以了。对，中枢的部分都介绍完了，就是怎么从那个照相机的原点，然后照相机的那个一条射线它的方向向量，然后首先我们先取得每一个采样点它的位置，然后采样点把它丢到神经网络去计算这些颜色，然后密度 sigma， 然后计算第一个 stage 它预测出来的最终像素的颜色，用我们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公式。然后呢，第二个 stage 呢，则是根据第一个 stage 算出来的这个weight 这个 transmittance 它的分布，然后呢，我们再在比较可能有物体的地方多采几个采样点，然后再做一次相同的计算，去算第二个 stage 算出来它的颜色。所以我们总共会有两个预测出来的颜色，一个是 stage 1 预测出来的颜色，一个是 stage 2 预测出来的颜色，总共会有两个。然后这两个呢，我们都要把它计算到我们的 loss 里面，这样子。OK， 那这个地方呢，这一个地方会在use batching 讲过了。对，这个地方就在这了，终于回到 training 的这个 loop 里面了。我们 render 出来会有一个 RGB， 那 RGB 的话，这边的话回传的是这个是 stage 2的结果，对 ，stage 2的结果有一个 RGB， 然后我们把这个 RGB 跟 target S 应该就是真正的像素的颜色，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呢去做一个 mean square error。mean square error 就是相减，然后平方，然后做平均这样子。这个呢就是第一个 loss。OK， 然后呢，下面这边的话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有两个 stage 嘛，这个是第二个 stage 的，那这个的话是第一个 stage 的。那第一个 stage 我们也一样计算这个 MSE loss，
然后再把它加到 loss 里面。所以这个 loss 呢，其实会是，比如说如果我用 ground truth 来写的话，它会是 ground truth 减掉 C1 的平方，再加上这个 ground truth 减掉 C2 的平方，这个东西呢会是最后的 loss， 就是这一边加上这一边。对，然后呢，它会计算 gradient， 然后把这个 gradient 加到 optimizer 里面。然后呢，对，它这边还好心的帮你写上，这就是所有的训练 loop 咯。接下来是 logging， 就是把那些计算出来的 loss 啊，然后学习率啊，什么颜色等等的加到那个我们刚才有说的那个 writer 里面。下面就比较没什么用，所以我就不说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og 的地方也是又臭又长，就是什么 iwait step 你做一次存你的模型，然后 ivideo step 的时候你做一次推论这样子什么的，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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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不同的东西啊。然后 iprint step 的时候你 print 一次，然后写到那个TensorBoard 里面，那看它就是又臭又长，所以这个就是使用好的统整框架的好处啦。就是上次介绍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你就不用写这么多 if， 然后自己写 summary， 每个点好多东西，可能都还会写错。如果用 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话，就很简单，比如说我这个 NervePL 里面也有写，就是你在 train 的时候呢，就很简单，就加一个 self.log， 你就可以很简单把你想要记录的东西记录下来。那即使要记录图片也不难，有什么 add images 就可以直接记录图片，你也不用想太多，而且都是包在这些函数里面，所以你就一眼就知道哦，这里的 loss 是在 train 的时候的 loss， 那这边的 loss 是在 validation 的 loss。这个的话，你就好多东西又这么长，就很难看得清楚。对对对，我是很想说不要这样写，但是如果你已经写成习惯的，还是可以吧，但是就是尽量写好看一点。weight 比较大的地方应该可以理解为射线和物体的交界处吗？对，就是有物体的地方，因为它就是 weight 比较大，它是那个射线打到物体的第一次会 weight 上升。对，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物体在这，那你这个 weight 它的分布的话，应该是像这样子的。weight 应该是对，应该是在这里会有一个 peak。对 weight 的话，应该是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打到物体的那边会变高，然后就下降。那当然也不一定是像这样子，该怎么说？也有其他种情况啊，就比如说你有两个物体，那第一个物体是半透明的，比如说是一个玻璃啊什么的，那你可能就会有第一个上升一点，然后在这边有多一个 peak， 这样子的情况也是有的。对，但你就如你所说的那个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射线和物体的交界处，这个是没有错的。那是怎么从训练好的 Nerve 模型中提取 mesh？ 这个的话，则是不是用到深度学习，它就是用一个叫 Marching Cubes 的方法。
我们刚刚说这个嘛，每一个点我们都有一个 sigma， 每个点都有一个密度啊。Kokoro 不客气，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密度，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密度去做一个叫 Marching Cubes 的一个演算法。这个的话，详细我也没有太了解，就是了。对，就是你有一个 scalar field， 就是一个密度的一个密度场的话，你就会根据密度呢去提取一个 3D 的 mesh 这样子。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设定的只有一个参数而已，我们要设定的是那个 sigma threshold， 就是大于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视为那里有物体。那如果 sigma 小于这个阈值的话，我们视为没有物体。我们就设定一个参数，就可以根据这个去取得不同的 mesh 这样子。对，所以取得 mesh 的部分跟 nerf 的训练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就讲完嘞。最后这里就 log 就没什么东东。我可以把它关掉。对啊，好的，这个 nerf 呢，我们终于也把它讲完了。但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比较没有办法讲到细节的，但大致的这个讲法，然后code的部分我们也看了很多，写的方式啊，然后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这样子。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今天我们讲了多久啊？讲了2个小时了，2个多小时。好像有事情要问大家哦，对。啊，现在人比较少，我应该人多的时候问的。对啊，就是今天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先让我问一下，就是我会直播一些写程式的嘛。我直播的话，通常都是前一个礼拜在想下一个礼拜要做什么，然后就前一个礼拜会在我的推特上面发，就是我下一个礼拜要直播的讯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谢谢樊佑明，谢谢玉俊。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踪我的推特？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追踪一下。还是大家是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直播的啊？大家是看我的，应该说啊，我怎么贴到这个了？大家是看 YouTube 吗？就是看 YouTube 看我的影片有没有出现在你的首页吗？因为我现在 YouTube 都不发，都没有发那个直播预告了，我只有在我的推特上面发。对，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我最新动态的话，可以追踪我的推特这样子。哦，看 YouTube。哦，所以我的还是会出现在你们推荐页面。了解了解。对，但是对 YouTube 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发社群了，因为我之前发的就觉得看的人比较少。推特的话好像还多一点，所以我之后就发推特了。对，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可以追踪我的推特，就是我有什么要直播啊，或者是我一些做的事情，比如说之前在研究那个 WSL 之类的，我就会在上面发文，或者我会分享一些最近看到的比较有趣，或者是让我眼睛一亮的那种新的深度学习的方法，我也会在推特上面转推，因为推特上面就很多研究者，我都有追踪他们这样子。哦，好，先回答一下大家问题。质疑问我研究什么方向的？我现在是研究图像处理，
之前我是在一个自驾公司工作，就是研究一些，比如说物体侦测啊、追踪这些，反正就很多跟电脑视觉有关的一些深度学习的方法。那现在的话也是，只是就不是自驾，我换一家公司了。对，研究的内容呢，现在还没有很明确，所以还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说。但这个 Nerve 的话是之前研究的算是比较深的一个主题。对，所以我才能这样跟大家侃侃而谈，其他的主题可能就没办法讲得太详细。然后至于汪啊，谢谢Vincent。好，这个直播有回放，有，就是 YouTube 的话，通常都是可能2个3个小时，不知道，反正隔天的话一定是会有的。就你隔天来看，就我的频道里就会有今天的回放。哦，玉俊现在在做自驾，不错哦。你也是做周边的那些车子啊，行人的一些辨识的吗？还是你是在做控制的呢？质疑，谢谢你来看我，很高兴大家能学到新的知识。对，然后还有第二个想问大家的问题是，你喜欢我做怎样的直播？对，最近就是直播比较多关于程式的啊。我自己大概分为3个吧，一个就是实际写程式，比如说，上礼拜做的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那个从零开始的教学，那个好像是近期观看人数最多的。然后呢，也有做论文的讲解，就是之前，可能2、3个月以前了吧，就是讲那个 Nerve 还有它的一些衍生手法，那时候没有讲很细。然后最近的话讲那个 Meep Nerve 还有 Block Nerve， 这个讲的比较详细。对，然后对，还有最后一个是，就是最近还有在做一些比较小品的那些程式游戏。就是很简单，像那个 LeetCode 什么一样的，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去解它。对，大概是程式的类型，大概就这3种。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看哪一方面的呢？我自己看后台的数据是，看深度学习类型的人比较多，看其他，那个论文的也还可以，但比深度学习少一点。那看程式小品好像就比较少了。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呢？我主要做 Multi-View 变换到 Bird's Eye View。这个也，这个方面我好像知道的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之前怎么做的，但我之前在公司做的好像没有变换到 Bird's Eye View， 就是直接3次元的，怎么说？直接从图片当中去那个计算3次元的坐标，没有经过 Bird's Eye View。对，都喜欢怎么办？都喜欢啊，好，那我就都继续做。但我也是蛮喜欢的啦，都喜欢。好，那大家都喜欢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啦，就继续都做。质疑说很喜欢手把手带着 coding 的视频。你比较喜欢 coding 的是吗？ coding 的话呢，对，深度学习的话可能最近不会有，最近可能要先做一下我的 Unity 的环境那个现在比较想做。然后就是下礼拜5会有一个那个 Coordinate MLP 的一个 Live Coding， 就是上次在讲那个 Nerve 的时候也有提到，它是加入了一个魔术箱，就是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就是你的这个输入啊，这些 3D 的点，你在 pass 到 Neural Network 里面之前呢，你如果加了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它就可以从上面这种模糊变成下面这种非常清晰，就是一个类似魔术一般的存在。那
除了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外呢，还出了就是其他研究者也研究了非常多不同的方法，就是把这些 XY 做一些特别的转换之后，或者是神经网络的这个活性化参数，你改成另外一些比较罕见的活性化参数之后，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那我下礼拜五，是下礼拜五吗？应该是哦。对，下礼拜五的话就会来做一次 live coding 来做这个东西。蓝佑明说：“我是看 Nerve 相关的教学才认识我的。”哦，讲代码的话，我肯定会来看。你指的讲代码是我自己写吗？还是你觉得我讲别人的比较好？就是讲一些就是实际 GitHub 可以找到的。当然，我不可能每一个 GitHub 的 code 我都实际把它就是自己重新再编一次，太累了，不可能办到。对，所以我自己写的话，可能就写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写的。那论文的 code 我可能大部分还是只能看别人的，然后跟你们讲这样子。你指的讲代码是只讲别人的代码这样子吗 ？Cell Bear，Hello， 论文的详细解读和对应 code 的讲解。哦，那 Cell Bear 指的就是像今天这样子讲别人写的。哦，樊佑明也是，哦，都可以。好，了解。哦，主要还是写 code 的是吧？写 code 或者是看别人的，了解。对，哦，最近也在新读一篇，也不止一篇啦，就是一些新的领域，就跟 Nerve 比较没有关，应该说完全无关的领域，它的论文跟 Transformer 有关的。那个的话，等我读通了再，因为是工作上会用到，所以应该会读得比较快，读通了之后再跟大家介绍。哦，你是看 MVSNet 那个好久以前了，那个几年前了，3年前了吧？那时候也就是自己写了那个 MVSNet， 用 PyTorch Lightning 嘛，然后那时候也跟那个 MVSNet 的作者跟他有一些交流。对，不过我后来就没有再研究那部分了，所以那个作者好像还在继续研究 Multiview， 讲的都可以，方便透露是哪一篇吗？哦，可以啊，我最近在看的是这个 Dino， 但是好像也不是太新。Dino， 这就是它是用，有没有一些图片？对，它是用一个 self-supervised 的方法，让这个 transformer 模型学到 attention 这样子，就是那你就可以用在什么 tracking 之类的上面。对，就是提取出来的那个图片的特征呢，会具有很好的辨识度，可以这么说吧。然后我还在研究怎么把这个东西应用到我的工作上。OK，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好像最后就说一下下一个礼拜的行程吧。今天讲完这个，然后礼拜4的话，就是比较小品的那个解程式的游戏，然后会跟另外一个 VTuber 叫做 Noli 的人一起写，那就像是解 LeetCode 那样子，但就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然后因为他比较不熟 Python，
但是研究上会用到，但他写程式的话比较不熟，所以那一天礼拜四的话，应该是他来写，然后我会帮他就是看怎么优化，有一些哪些地方写的不好，然后教他怎样写的比较好这样子。那部分的话就是比较基础的 Python 了，对，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然后呢，他的话是做关于天文方面的研究，所以跟我们图像处理就比较没有关系。那如果大家对于天文方面也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看。我们应该会就是在写程式之余，也会聊一下就是彼此做什么的。因为我对于天文方面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做怎样的研究。那一天的话，应该可以听到他说他的研究的一些内容。Coco 也是因为 Nerf 才认识，在这边大家都是因为深度学习 NVSNet 或者是 Nerf， 正在研究 Nerf 的苦命研究生，加油！在研究 Nerf 的什么东西呢？ Nerf 有很多可以就是加强的，比如说就像这种啊，就是你怎么让一个图片变得更加的细致。除了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外，你可以研究其他的 activation 啊，其他的 encoding 的方法，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就是那个嘛 instant NGP 那个方法呢，它让原本非常慢的 Nerf 瞬间加速了多少倍啊？100倍，100倍以上，就是用酷达一些比较硬体方面的实现方法让它变快，或者是什么啊？就是Nerf 的话，本来是只能套用在固定的场景，就是静态的场景。那你可以研究说如何把这个套用在动态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些人走来走去啊，你能不能把这些人呢也完美的重现？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就像 Block Nerf 一样 ，Block Nerf 它是重建大规模的嘛。那我其实在上一个工作也是有研究如何重现大规模的这个 Nerf， 但是没有太成功。对，大规模的 Nerf 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之后可能会非常有需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如果有大规模的话，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你那个 Google Map 啊，现在你那个在 Google 里面旅行呢，你都只能走一步看一个场景。那对啊，因为它都是360度的那个全景图嘛，那并不是连续的，你按一下它就可能走个10几步之后的距离，你才能显现出来。那如果可以把它变成说，你可以连续的移动，就是你可以像这个 Nerf 一样，使用 Nerf 的方法，你那个 Google 的街景全部都可以自由走动，那有多厉害？你是因为 KJ 是因为前阵子在研究 Carla， 那个我已经弃坑了 ，sorry。一开始还计划了很多，后来就懒得去做了。还没决定好，大家 Nerf paper 发好快。Nerf paper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变慢，我感觉最近看到的比较少，还是因为我比较专注在能应用在自动场景的部分啦。Nerf 还有一部分它是研究如何套用在人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人他就是怎么说，他的那个自由度比较大，就是你的手可以就是弯曲啊，什么扭动之类的。然后衣服它也有那个怎么说，衣服它的形状也会变来变去。那就有人用 Nerf 来研究如何用 Nerf 重现一个 3D 的虚拟人物，然后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做指定的动作，比如说打拳击啊、跳舞之类的，你就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加入一些这样子的 label， 然后让那个模型训练出来可以自由的操纵。那 recenter poses 你说我的是吗？ recenter poses 的作用就是让这整个
然后我看一下是在说那个吗？在哪里来着？哦，这个吧，这个，这个 center pose 就是把所有的 pose 都计算出来之后，把它做一个正规化，就让那个原点呢大概会在所有的照相机的正中间啦。比如说一个场景，它可能照相机是长这样子嘛。那 recenter 的作用就是让这些这个 world 的原点大概在所有照相机的正中间，这样子，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控制它的 scale， 你就先 center 之后再控制这个 scale， 就是让这些照相机的这些坐标呢都不要超出-1跟1太大，这是为了 positional encoding 而做的。你这是生产 bag file 而已。之前看了一个 Stevens 发的论文，可以把16线的super sampling， 我不知道 LiDAR 的话要怎么叫 ，up sampling， 单纯的这样叫吗？Color 的话可能吃 GPU 还是吃蛮多的。你是因为 GPU 不好吗？樊佑明说 Instant NGP 会有详细解读吗？不知道啊，我觉得只能跟你讲论文。以我来说的话，因为它实际程式的部分我看不懂，它有很多都是用酷达写的，那酷达我不会。然后还有什么 optics，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硬体方面的优化，这个的我就不太懂了，我可能要最多讲也只能讲论文，就是那个 hash map 它的用处。明白了 ，translation 是这样。rotation 有什么好处 ？rotation 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就是说实际做的也只有就是把那个 z 跟 y 做一些调整啦，但是这个的话可能差别没有太大。那就是说，原本这些照相机它可能x 在这 ，y 往上，然后 z 是后，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所有相机的 z 也做一个平均，然后变成平均的 z 这样子，然后 y 也做一个平均，变成平均的 y。那这个的话，可能效果没有太明显，你可能随便拿一个照相机也可以，随便拿一个照相机的 z 跟 y 来做也可以。对。刚刚讲到一半，还有下礼拜的行程，就礼拜4跟 Noli 一起写程式，那个比较 easy 的 Python 的教学。然后礼拜6的话会有一个程式的密室逃脱，这不知道上次大家有没有来看？就是我跟其他总共5个人的 VTuber 一起写程式，然后有一个网站叫做 Coding Game。那这个网站呢就是用程式来，也是像 LeetCode， 但是就是
比较好玩，它的那些就是问题题目就不只有文字叙述，还有一些图片的辅助，让你觉得哦，好像在玩游戏一样解谜。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密室逃脱，就是大家就身处在一个密室里面，然后你就要找寻那个线索，然后找寻线索之后呢，你要把这些线索用程式写出来，然后把这些程式输出到正确的地方，然后你才能逃出来。就是除了写程式之外，还有加上一般那个密室逃脱的一些要素，就是搜寻啊，然后怎么样把这些线索组合起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上次找到了就是可以玩这些付费版本的方法，就是原本的话只能玩这些免费，当然免费的也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好朋友一起玩。但付费的话，关卡更多，然后难度也更难，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可以玩付费关卡的方法。然后礼拜六呢，会再跟他们几个一起玩这个密室逃脱的游戏。Hello， 明明，嗨。今天论文讲解的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在讲一些，就是问一些大家，就是怎么认识我的啊，在做些什么之类的，然后讲一下我之后的行程。对，然后闲暇的时间大概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再把我之前那个 Unity 的环境再叫出来，然后看能不能重新让它可以运行，然后新加入那个英文的翻译，这个应该是首要的工作，就是让那些只会说英文的人也可以看得懂我的直播在做什么。对，好，然后大家对最后再说一次，追踪一下我的推特，就是我什么东西直播的消息啊，或者是那个直播的消息，或者是那个一些最新的深度学习的方法，我都会转推在上面。就是在这上面的话，比较能知道我最近都在做什么，然后之后会做什么这样子。对对，大家追踪一下，订阅、按赞、分享。对啊，如果你有一些对于深度学习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推广一下我的频道。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认识一些其他就是做程式的 VTuber， 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一些活动之类的。好，那今天的话，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欢迎在最后的几分钟再问我一下，不然的话，今天也讲蛮久的，快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多了。好，好啊，看起来大家可能今天的问题就大概到这边了吗？那 OK， 那我们就下次就是礼拜4再跟大家相见啊。深度学习的话，就要等到下礼拜5了。对，然后我要准备一下，现在在写一些这个程式的雏形。对 ，Windows WSL 它也是有一个好处，它可以用 VS Code 可以直接连进去，还是蛮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下次再见。樊佑明晚安，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希望大家都有学到新的东西。好，那晚安 KJ 张晚安，
Miss Coco 晚安，辛苦了，你也是。玉俊晚安，谢谢。好，那我们接到这个待机画面，跟大家说再见喽。See you， 哇，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拜拜，明明晚安。